65块一杯的珍奶，你应该买过不少次吧？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65块里面，老板到底赚多少？这个答案可能会让你重新想想开饮料店这件事。欢迎来到餐饮之外，我们是一群在餐饮业里的观察者，从一份餐点、一杯饮料出发，你会看见产业趋势、国际局势、创业环境的真实样貌，以及 AI 如何改写这个行业。餐饮从来不只是吃和喝，它是观察商业最好的窗口。在我们猜成本之前，先讲一件你可能不知道的事：珍珠奶茶其实是台湾自己发明的。大概40年前，台中的春水堂、台南的翰林茶馆都说珍奶是自己最先做出来的。故事的版本很多，但关键那一步都一样。有人把本来单吃的粉圆丢进了一杯冰奶茶，就这么一个动作，变出了一杯后来席卷全世界的饮料。一个原本只是台湾街边的小东西，现在变成了外国人认识台湾的方式。讲到珍珠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一颗一颗的黑珍珠到底是什么做的？答案有点意外，它的原料是树薯，是薯磨成粉，加水搓揉，梗成一颗颗小圆球，煮熟之后就是你喝到的珍珠。台湾的珍珠大多来自专门的粉圆工厂，一天可以做出好几吨。你最有印象的那个口感，其实背后是一条从农田到工厂再到饮料店的供应链。我们直接把一杯65块的珍奶拆开来看，茶叶、鲜奶、糖、珍珠，这些你真的喝到的东西，加起来大概12块。杯子、杯盖、封膜、吸管4块，店员的薪水摊到每一杯上面，大概13块。店租加上水电再摊10块，如果是加盟店，还要付品牌的权利金，差不多5块，剩下的杂支跟税金再算5块，全部加起来，一杯的成本是49块。也就是说，一杯卖你65块，老板真正赚到的大概只有16块。你以为的暴利，其实是辛苦钱。这里插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一杯珍奶差不多就是60、65、70这个价？这不是老板随便喊的，卖太便宜，你会怀疑它是不是有问题；卖太贵，你就不会想天天买。65块刚好卡在一个位置，你掏钱不会心痛，可以当成每天的小确幸。但对老板来说，这个价又刚刚好，撑得住前面算的那一堆成本。所以你看饮料菜单，价格几乎都用5块、10块在跳，那其实是一种你不太会察觉的设计。再讲一个你每天遇到却没注意到的设计：配料。你有没有发现点饮料的时候，店员几乎都会问你要不要加珍珠？加珍珠、加椰果、换鲜奶、升级大杯，每一个加都是再多收你5块、10块。对你来说只是顺手，对店家来说，这几块是利润率最高的一块。因为基本的那杯茶成本压不太下来，但多加的那一小配料成本很低，加价却不低。所以饮料店真正想卖的，从来不只是一杯茶，而是一杯被你加好加满的茶。那问题来了，一杯只赚16块，为什么台湾到处都是饮料店？根据财政部最新的统计，全台湾的饮料店已经超过28000家，其中光是手摇饮就有16000多家，这个密度差不多是便利商店的2倍。换算下来，大概每800个人就养得起一家饮料店。秘密就在量这个字，一杯只赚16块，听起来真的不多，但一家生意普通的店，一天大概可以卖300杯，16块乘上300杯，再乘上30天，账面上一个月的利润就有144000块。当然，这是生意满载的理想数字，扣掉淡季，扣掉损耗，扣掉没卖完的那几天，实际落袋大概是8万到10万。这就是为什么饮料店一直被说成是台湾最会赚钱的小生意。前面算的成本其实还漏了一些看不见的。第一个是损耗，煮坏的茶、过期的料、做错重做的饮料，这些每天都在发生。第二个是人，手摇饮很辛苦，人员流动很快，一个员工刚训练好就离职，一切又要重来。这几年整个餐饮业都在喊缺工，饮料店也不例外。这些成本不会印在菜单上，但他们天天都在咬老板的利润。不过先别急着辞职去开店。饮料店有一个特点，开店的门槛真的很低，不需要特殊指教，设备是标准化的，加盟总部还会手把手教你。门槛低，意思就是几乎谁都能开。
所以全台湾平均每个月都有40家新的饮料店开张，但你只看到开的，没看到关的。同一条街，这家才刚开幕，2个路口外那家可能正在贴顶让。前面说的月赚8到10万是活下来的人的数字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问，那开饮料店到底有没有人真的赚钱？有，而且赚得最稳的那个人，可能不是站在店里的老板，是加盟总部。你加盟要先付一笔加盟金，之后每一杯的原料几乎都得跟总部进货。开一家店，老板扛租金、扛人事、扛生意的好坏，但总部只要店一直开着，他就一直收钱。卖饮料的辛苦钱跟卖品牌的稳定钱是2门完全不同的生意。不过我得老实告诉你，这个故事正在改写。过去这几年，基本工资一年一年往上调，人事成本越来越重，店租在涨，原料也在涨，但有一样东西几乎没动，就是你愿意为一杯饮料付的钱。成本一路往上，售价却卡在原地。所以你今天看到还开着的那些饮料店，很多不是赚得比以前多，而是撑得比以前辛苦。还有一件事是这几年才冒出来的外送平台。现在很多人喝珍奶是用手机点，等人送上门，很方便，但这个方便其实是有人在付钱的。外送平台通常会抽走一张订单的30%到5%，一杯65块的珍奶走外送，平台大概就拿走20块上下。你还记得老板本来一杯赚多少吗？16块。也就是说，一杯纯走外送又没有另外调价的珍奶，老板可能根本不赚，甚至倒贴。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外送的价格常常比店里贵一点。那这个产业还有未来吗？有，但答案不在台湾，在海外。同样一杯珍奶在台湾卖65块，在东京、新加坡、纽约这些城市，常常是台湾的2到3倍价钱。一杯珍奶漂洋过海，身价就翻了好几倍。有国际研究机构预估，全球的珍奶市场接下来10年还会一路成长，规模上看50几亿美元。台湾市场也许快饱和了，但对全世界来说，大家才刚开始学会喝珍奶。一杯65块的珍奶，老板只赚16块，但这16块的背后是台湾一整个世代慢慢磨出来的生意手感。下次你再喝珍奶，喝的就不只是一杯饮料，是台湾最真实的商业现场。最后想问你一句，如果你手上有个150万，你会拿去开一家饮料店吗？留言告诉我你的答案。